骰子已经掷下，只能继续前进。罗马法律规定，所有军队的元首不得带领军队跨过卢比孔河前往罗马。凯撒是第一个违背这条法律的人。Hello， 大家好，我是叶绿绿。最近有一个话题经常被提到，叫做历史的垃圾时间。关于这个问题，一般有两种讨论。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是历史的垃圾时间；第二个是什么样的事件和节点标志着历史垃圾时间的开始。我先来回答第二个问题。通常情况下，历史垃圾时间的开端就是因为野蛮战胜了智慧。关于野蛮战胜智慧，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就是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的死亡。在公元前3世纪，罗马共和国长达5个世纪的向外扩张进行到了一大半。3世纪末，罗马共和国为了争夺西西里岛的霸权，跟迦太基开战。不久之后的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所在的叙拉古城被罗马军队攻陷。当罗马军队进城的时候，阿基米德正在自家的院里地上画图，研究他的几何问题。罗马士兵风尘仆仆地走向阿基米德，要求他立刻起身去面见他们的统帅。阿基米德正在那儿沉思呢，可能是想升级一下他的投石机，更好地抵御罗马共和国的军队。罗马士兵一看阿基米德你无动于衷啊，于是上前一脚就踩坏了他画在沙地上的图形。这一举动引得阿基米德勃然大怒，他妈的敢碰我的图！这罗马士兵他也不是吃素的，说我给你脸了是不是？不由分说，一剑就剁下了阿基米德的头颅。我们在之前逻辑文明那期节目当中有提到过，大约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这几百年里，世界各地都有革命性的思潮涌现，也是普遍公认的轴心时代。华夏有诸子百家，古希腊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印度有乔达摩悉达多，也就是释迦牟尼。两河流域的犹太王国也正在酝酿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在整个轴心时代，罗马人之所以能从拉丁半岛的城邦摧枯拉朽、滚雪球一般的囊括整个地中海，就是因为罗马人在环地中海的各个民族当中是最擅长使用武力的民族。罗马相比于希腊、埃及和近东的叙利亚，在科技上是落后的，在礼仪上是野蛮的，唯独使用武力的时候非常卓越。就好比秦国在战国七雄当中，科技不如韩魏，礼仪不如齐鲁，富饶不比荆楚。但是秦国之所以能够灭掉其他6国，就是因为他的暴兵能力比别人都强。所谓野蛮战胜智慧，就是因为诸子百家的奠基人当中，甚至都没有一个人是秦国人。此后的蒙古帝国、大清帝国其实都可以看作野蛮战胜文明的翻版。通过比较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罗马共和国其实也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农耕帝国。罗马共和国时期实行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3权分立，虽然有一定的制度优势，但它的经济基石依然是奴隶制。在那个生产力非常匮乏的时代，要想拥有更好的生活，就得拥有更多的土地和奴隶。所以各个国家和城邦之间实际上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向外扩张，掠夺更多的奴隶和土地，就成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在这样一条帝国扩张的不归路上，所有的经济优势、制度优势最终都会转化为军事优势，随后军事优势所带来的经济优势又可以支持军队不断的继续扩张。你看，就是这种以战养战所带来的优势，才让共和国接连占领亚平宁半岛、西西里岛和科西嘉岛，以及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与迦太基的残酷战争，最终确立了共和国在地中海上的霸主地位。随着土地和奴隶的增加，仗越打越久，路途也越来越遥远，用我们现在的话就叫做跑图都跑不过来。这给帝国带来了2个新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兵力严重不足；第二个就是士兵连年征战，土地被贵族所兼并。士兵打完仗回来一看，我成了3无人口了。到了兵力不足、军心涣散这一步，补充兵员和提升战力成了共和国的首要任务。罗马共和国最早采用公民兵制，也就是募兵制，大概有3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你得有户口，户口等级还不能太低，得达到5级以上。第二个呢，就是你家里得有钱，得有财产。第三呢，就是你需要自行购买武器装备。你是步兵，那你就购买步兵的装备；如果你是骑兵，那你得花大价钱去购买骑兵的装备。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这样的募兵制跑图眼见着就跑不开了。于是呢，就有一个叫马略的执政官进行了一场马略改革。首先第一个，把募兵制改作征兵制，
就是不再限制士兵的身份，只要你想打仗都可以应征入伍。第二个呢是延长服兵役的年限，还发放军饷报酬。士兵一旦入伍，必须服役年满16年，退伍之后还能在被征服的地区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打仗还能分地这个事儿，我们中国人都很熟，它属于农耕民族最原始的战争欲望。第三呢，组成兵团，无论是武器还是装备，都由国家统一采购、统一买单。我们可以看到，募兵制到征兵制的改革，实际上是一次军队战力的巨大提升。过去的征兵制，士兵不打仗的时候是农民，打起仗来，短则3、5天，长则半拉月。打完仗回去我还能接着种地。但是到了职业化的军队出现之后，拥有更精良的装备以及更标准化的训练，在应对战争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比自耕农要强得多的。也就是说，自耕农的天职是打完仗回家种地，而职业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马略改革之后，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面，权力在不同的军事统帅之间流转，罗马共和国也就此迎来了他的独裁者凯撒和继任者屋大维。前3头同盟时期，凯撒和庞培内战；后3头同盟时期，屋大维和安东尼内战。内战期间，所有军队完全效忠他们统帅个人，而不是军旗上所写的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就此，共和国的军队完全成了独裁者夺取权力的工具。从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的过渡，大概可以分为5个步骤。第一呢，就是罗马人的穷兵黩武和疯狂扩张。第二是扩张所带来的自耕农破产和土地兼并，导致军心涣散，战力崩坏。第三，募兵制被迫改作征兵制，自耕农军队转向职业化军队。第四，权力核心由多阶级商议的元老院转变成了控制军队的军阀。第五，军阀头目众望所归，顺势开启帝制，从此走向更深的集权深渊。罗马人之所以能够通吃整个地中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罗马的自耕农特别擅长内卷。阿基米德为了保住叙拉古城，急中生智发明了投石机，可是罗马人哪管你这套，直接采取围城政策，打不过你我还饿不死你吗？主打一个野蛮和能熬。罗马人的心里大概率是这样想的，虽然我人吃马喂，可是一旦我攻下这座城，我就能过个肥年。罗马人不像阿基米德，他们不依赖于科学，他们只依赖于极限暴兵和无脑的堆积组织度。正是这种死战不退，压倒对手，才是罗马的强项和优势。罗马统治的地区遍地都是自耕农，而商人立国的迦太基只能依靠雇佣兵。每天喊着抢钱、抢粮、抢娘们的自耕农，比他的统帅还想占领这座城池，所以分分钟就能卷死雇佣兵。兵制改革之后，渴望土地的罗马职业军人更是凭借非常高的组织度征服了其他地中海国家。除了打仗以外，罗马人在学术上乏善可陈，他们所谓的学术成就大多来自文明程度高得多的希腊、埃及和叙利亚，但这些学术成就并不等同于文明，而是像土地和奴隶一样的战利品。就好像我们把诸子百家称作先秦文明一样，秦帝国能做的和非做不可的事情只有书同文、车同轨，因为他不做就等于真的什么都没做。罗马法律规定，所有军队的元首不得带领军队跨过卢比孔河前往罗马。凯撒是第一个违背这条法律的人，而他带领军团跨过卢比孔河的时候，留下了那句举世闻名的话：骰子已经掷下，只能继续前进。而在我看来，罗马衰亡的骰子早在罗马士兵斩首阿基米德那一箭时就已经投了下去，因为在那一刻，罗马真正领悟了获胜的真谛，就是说，在国家之间的恶性竞争当中，把资源拿来培养学者是非常不值当的事情。罗马自耕农士兵的心里肯定也是这样想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啊，砍瓜切菜一刀一个。历史的进程告诉我们，事实上也是如此。科学理论转化为压制对手的工程应用，往往需要非常漫长的岁月和投入。有这个功夫，不如把资源拿来暴兵卷野蛮，在有生之年就能战胜所有对手。以多元共和而兴旺，以单一帝国而没落。当罗马共和国变成大一统的集权帝国，落后的单一文化就会取代先进的多元文化，帝国也就此走向了衰落和终结，走进了历史的垃圾时间。